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简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政忠老师。思敏，各位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赶快来关心的是川普的关税哦，是不是要大崩盘了？现在最紧张的事情就是紧接着的感恩节、圣诞节要到了，但是却面临高通膨的悲歌。尤其现在川普针对关税要寄出一些的豁免哦，甚至要让这些在美国国内的商品价格降下来，于是呢，他就针对南美洲的牛肉大开放。这一开放啊，是让美国的农民非常的愤怒哦。另外一方面，川普针对大陆的各种措施，恐怕导致自己如果要生产圣诞树，价格可能会逼到换算新台币9万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通膨炸裂，川普现在要扩大关税的豁免来压住现在一直不断攀升的物价，于是呢，这个南美的牛肉大开放，但是美国农民怎么办呢？关税到底是不是被他亲手掏空了？第二件事情，圣诞节现在变成一个经济灾难哦。美国人最新民调有一个信心比哦，说这个比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还要更忧心了，尤其是圣诞树价格现在可能哦，根据这位 CEO 的说法，飙到3000美元，他都不惊讶。这换算新台币已经超过9万元了。川普的贸易强硬路线是否毁掉美国人的圣诞节？最后是来关心的是高等法院要针对川普的这个关税对等关税来做这个是否有违法的现象？那川普会不会之后就算违法，他也强硬可以靠他的30112条款来硬撑下去呢？美国的关税战还要继续下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紧接着没有过几周的感恩圣诞节，大家会观察说，这个消费信心跟消费力道到底如何，才能看出现在美国的整体的民生的经济状况。但是现在恐怕陷入到一个叫做血拼寒冬啊！川普的关税战现在说可能玩不下去了。为什么这么说？《纽约时报》来自于他的爆料说，川普正在准备，竟然他要大幅的扩大对等关税的豁免范围，来压低食品的价格。他不是一直说没有通膨问题吗？怎么好像要偷偷的来做这件事情了呢？来看到商务部长卢特尔尼克也有提出比较具体的一些办法。他说，现在确实民怨的来源就是来自于食品价格啊，应该将许多的食物纳入在豁免名单当中。哪些食物可以豁免呢？这边根据了解，他说了预计会调整，还没有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就可以达到豁免。那品项可能包含了美国的牛肉，今年不是暴涨幅度超过13%吗？还有柑橘等等。白宫另外针对南美洲国家也有更多的让步，包括白宫11月13号宣布的阿根廷、瓜地马拉、厄瓜多以及萨尔多瓦达成协议，对于香蕉、咖啡、牛肉会进行关税上面的减免，这些都是美国人比较常吃的一些东西哦。而且川普现在是要救民调吗？因为有60%的民众对他不满，所以最新我们看到他12号召集了10多位来自于华尔街的大咖，大家聚集在白宫一起吃饭。那根据了解呢，这个到场的人哦，真的非常的大咖，都是比如说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啊，避险基金的大亨啊，或者是贝莱德执行长、摩根士丹利执行长等等，是不是都在讨论美国的经济接下来怎么办呢？好，这个通膨导致的民怨哦，川普如果真的把没有签协议的国家全面豁免，那是不是把那些原本早就谈好的国家等于当作盘子了呢？川普进口南美的牛肉会不会背弃美国农民？老师怎么看？OK， 第一个我想讲哈，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哈，在没有多久的过去1个月、2个月之前，那么希望这个 Fed 能够降息的声音在反销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说，通膨没有发生啊，关税也打，3、4个月、4、5个月以后没有发生啊，那是为什么？各位，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语叫做 “free in the shower”。请问一下，你洗过澡吧？你洗澡的时候，冬天是不是要用热水？打开热水的时候还是很冷，你一定弄很久才进去。进去之后太烫了，你又去关，那个水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个经济学名叫 lag， 叫这个停滞或者滞泄，这有一段时间的落接期。也就是关税一定会打出了所谓的通膨。
所以说通膨将来就会是美国经济很重要的一个重伤的一环，也就是大家可以在期待的 Fed 可能还会再怎么样降息，因为它很有可能因为通膨要升息，那经济又不好又降息，就再升不能降，那将来又为了救经济又要降息。好，那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我们只谈川普是什么人？他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搞不清状况。他打关税，他想得太天真了。他这一重拳一直打别人，但是你知道他自己手也受伤，他现在受伤的还蛮重的，所以他产生的内忧外患哈。我先讲一下哈，很多的商品不是你说啊东西贵了我可以不要买。我们在经济学有一个东西叫做弹性，叫做我们讲需求的价格弹性。我们对某种物品，如果价格涨了，我们还是需求的话，像每天一定要喝牛奶要怎么样的话，这个东西我讲不可避免的必需品，价格弹性较低的，你必须接受，你价格就会涨。现在他们会慢慢发生这个问题哈，所以呢，我必须讲说，他就必须对部分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关税加征的这些国家，还没签协议的这些国家就开始豁免，不是啦。其实我跟各位报告，这些国家他早就盘算过，这些国家都属于比较类似基础的天然资源的国家，也不是什么生产大国啦。它就一些生产直接香蕉、咖啡从树上拔下来，从这个这样养出来的东西，叫做第一产业的，你知道，农林渔牧第一产业的这些国家，它不叫科，为什么？这种国家跟他来讲是贸易没有所谓赤字，是他对别人赤字，他是盈余。所以它没有先科，它一定是科像日本啊、这个欧盟啊、韩国啊，最后台湾、东南亚这个国，因为你们在赚他的钱，这些国家是他等待最后，我们民生需要的东西，你慢慢养我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管这个签不签协议，或者说有没有好像对别的科的不公平，但重点非常清楚了，这个对美国的农民是非常大的伤害。对，比如他这个牛肉，讲完这个怎么办呢？你说从阿根廷进，但你伤到他本土的这个农民啊，对不对？甚至他在关税也当然打的时候也。另外一集是，当人家不给你的不买你东西，这个大豆农民也很惨。我要讲他不管进和出都出现了问题，这就是我要讲他的内忧外患。第一个他的内忧呢，就是我们讲的通膨会慢慢产生，这个人民会慢慢的这个信心也会减弱，就像刚刚讲的，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哈，当你不花钱的时候，那可能国家经济就会荡下来。还有一个内忧外患，就是他现在对打关税还碰到了高等法院这样的压制，其实他心里也会忐忑不安，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手。再就我讲对外来讲，国际间它有内忧外患，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消费者信心的降低或等等通膨的因素，会造成它的经济将来在不久将来也会这个 decrease 会下滑。这一下滑是对国际间的忧，因为它现在讲不好听，你看。中国，我讲一个最近最有趣的东西，就是中国发行的用美元的主权债券，却能够有这个30倍是美国的10倍的认购率，是这叫做超强信心。所以当你经济再下去的时候，我跟你讲，大家对你已经没信，你自己发自己的钱，人家对你认购率只有3倍，人家都30倍了。你要知道，随便一个国家底气比你强到这样，请问你还敢把你经济弄得更惨？这是外忧。还有一个更重要是，你打关税打到很多自己的同盟的国家，这些国家心里都不会很舒服，慢慢的都可能会心里背移。那表面只是因为你好像还是一副霸主之姿态，他会担心。但我觉得不久将来连盟友都会减少，这就是他所谓的内忧外患。确实哦，现在看起来这个高通膨只会越来越严重，非常直接的影响就是接下来直接要到来的感恩节跟圣诞节。现在做最新民调，美国民众经济悲观度比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还要糟哦。那这个是美国最大的节庆装饰公司的执行长他自己出来亲自警告的。他认为说，虽然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经降低了，但是确实还是很高度的存在的，所以美国恐怕出现这个叫圣诞树荒。美国如果自己生产一棵人造圣诞树，价格可能是换算台币9.2万元的天价。而且呢，这边有另外一个单位做了一个调查，美国消费者今年的消费大约是1595美元，换算新台币近5万元，但是这个幅度已经较去年大减了至少1成，尤其可以看到 Z 世代正在收手。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现在就是说，美国出了一些问题，我认为是要从4方面来看。第一个，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美国实际上，我们讲消费率好了，我们不要讲所得，消费率是怎么样？10%的消费率占美国的消费率占50%，一半。我虽然就你把它分成这个100%，你前面的这1/10占整个消费市场一半了。那其他90%，那你也只消费一半。你看差距大不大？大。那我们喜欢拿20/80，好，那我们拿20%来看，前面最富有的20%，它消费全美国的67%。你说大不大？那剩下的80%，那你只有1/3。对，你看看，这就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大的话，你会造成这个现象会造成整个信心指数
那个受影响。所以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它的1595美元，那去年的时候消费是1778块美金呢。那你一换算一减少，这183块美金就是新台币5000块。你看看，你今年的消费要比去年要少少5000，为什么？我变薄啦，是不是变薄？那我们来看储蓄率。储蓄率，我有钱，我现在虽然收入少，但是我有存钱啊。我现在把钱拿出来花，美国储蓄率很差，美国储蓄率只有4.4%。中国大陆多少？中国大陆储蓄50%，赚100块我花50，存50就对了。台湾的储蓄多少？台湾储蓄其实还好，赚100块花75，台湾是存25块，美国就4.5，4块半，那其他都花光了。所以换句话说，美国是月光族。你现在月光族，你没有存钱，你现在只要经济上稍微一有动荡，你没办法消费。所以这个问题出来了。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是通膨。美国去年通膨是2.9%，今年通膨上涨现在已经到了3.1%，就通货膨胀。我们知道通货膨胀那个价格上来之后都不会回去的。你去外面的时候，面涨价了，等到什么猪肉什么店价都回稳的时候，它价格不会向下调，不会回来。那你现在通膨增加了，那我以前10块钱可以买3样东西，我现在10块只能买2样东西了。因为什么？因为贵了嘛，通货膨胀了嘛。你现在以前买3样，你现在只能买2样啊，是不是？所以通货膨胀率也受到这个影响高。为什么高？因为你对等关税啊，对等关税，你对等关税加我把这个东西我要赚钱啊，我把这个加到货品上面，所以你就感觉到大家消费者都贵了吧？买东西都贵了，对，这个就是对等关税。你打关税战，物价一定会上涨，不可能低的嘛，因为它会加到物价上面嘛。那第四个，我们讲了美国国债。美国国债在上个月，在10月的时候已经突破38兆，38兆美元就是38万个亿美元。你看，你国债一高之后你可以容许的这种调拨的能力就差了。我以前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国债，我可以大量补助大家。现在我已经国债太重，我怎么补助大家啊？没有办法补助了，没有这个补助的空间了。所以我认为这4个因素会已经造成美国在圣诞节比较难过了。好，今年圣诞节、感恩节恐怕都不好过了，这一切都是从这个关税战引发的。所以最高法院现在做了调查，如果说川普的关税这个对等关税确定违宪的话，接下来川普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呢？答案是有的。白宫就说没关系，就算违宪，我们有2个办法，我们可以祭出第一个叫122条款。总统可以立刻再加征15%关税，而且能撑150天。第二个叫301条款，需要经过美国的贸易代表署调查，但是关税没上限的，我想延期就延期。接下来这个关税会持续永远停不下来，继续玩下去吗？对于美国的冲击，厉将军。我觉得如果说这次关税的话，对美国如果没有造成很严重的伤害来讲的话，以川普的个性，他会奋斗到底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2个后续来讲，他可以引用的这2个法条，一个是122条款，一个是301条款。那如果说按照122条款来讲的话，因为它这个税率只能到15%嘛，而且时间来讲只有150天。但是301条款的话，它刚好就相反，它第一个来讲的话，它没有税率上限，也没有时间限制，但是它必须要经过贸易代表署的这个调查，还有征询所有企业界的同意以后才可以实施。所以我认为川普他应该是会引用122条款，然后再用301条款。当然这个状况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如果裁定说是他这个对等关税是违法之后，他才会实施的。可是我们也看出来，光不要说引用这2个条款，在目前来讲，我们就看到美国因为通膨造成老百姓已经感受到自己身上。那因为10月份由于是美国自己的这种关门，所以很多的数据没办法调查出来。但是老百姓能够感到身上的痛，第一个就是食物嘛，食物他们感觉到食物涨价变贵了。那食物涨价变贵，不就是因为川普的对等关税嘛？我们看到他对巴西这个牛肉或者是咖啡征到50%的关税，然后跟阿根廷这些国家，那时候美国饮食习惯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汉堡嘛。那个汉堡如果说牛肉来讲的话，涨价这个关税征到这么多，最后这个业者一定将它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这个民众来讲，第一个感受到食品，因为食品是每天3餐都要吃的，立刻可以感受到哈。但是所以说圣诞节来讲的话，我相信大家消费一定会缩水。就是我以前来讲，我可以买很多这个给小朋友或给朋友的礼物。那今年来讲的话，我的预算可能会缩水。另外来讲，包括圣诞树这些布置可能都会这个尽量降低预算。
所以我觉得美国哈，如果川普来讲的话，他一直不肯承认这个关税造成美国这个一般平民很大的这种生活上的伤害，造成通膨影响的话，其实他现在已经嘴巴已经在改口了哈，他现在已经有说，关税是有一些加在民众身上，但是我觉得以他的个性来讲，不会轻易的服输。但是我们后续可以继续再观察了。我觉得老百姓如果说没有给他压力来讲的话，那可能川普不见得会认输。可是现在从美国哈这个4个州的选举，4个民主这个4个州的选举已经落败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很明显，这个川普应该感受到民意的压力在这个地方。好，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